嚣张的日本选手公然挑衅中国选手方彤，身穿豹纹皮裤，风骚的操作，丝毫不把中国选手放在眼里。仗着比赛是日本主办方举行，更是肆意妄为，并且大放狂言中国功夫不堪一击，根本上不了台面。这个嚣张的日本选手叫森田次郎，作为东道主的森田次郎一向目中无人，赛前也是对着镜头龇牙咧嘴，因此来向中国选手方彤示威。这一嚣张的行为也是彻底把中国选手方彤激怒，方彤势必要在擂台上好好的给他上一课，让他见识到中国功夫的厉害。由于这场比赛是在日本举行，并且主持人以及裁判都是日本主办方的人，方彤想要拿下比赛，除非打出一边倒的优势，不然想赢下比赛可能比登天还难。就这样一场带着仇恨的大战一触即发。比赛看到这里的请点赞关注。我们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。比赛一开始，方彤就冲了上去，嚣张的日本选手站在那里一动不动，因此来向方彤示威。找准机会的日本选手像是一头发了疯的小野驴一样横冲直撞，一旁的方彤只是在一旁静静地看着他装逼。找准机会的方彤发起了猛烈的攻击，明显的日本选手的身高都比方彤占优势，看到方彤对自己造不成威胁，就开始了跳舞挑衅方彤。此时的方彤眼神紧紧地盯着日本选手，不断地在寻找重击的机会。正所谓的天狂必有雨，人狂必有祸，无事大仇不报，只是时候未到。擂台上你蹦跶的有多欢，待会就让你有多痛苦。这时的日本选手也是一击车轮踢，想要用自己庞大的体型来砸方彤。被裁判分开的两人回到擂台中心，比赛继续。日本选手挡下方彤的扫踢过后，然后嘚瑟的向方彤示意过来打我啦。在方彤上去攻击时，日本选手又开始了搞怪，做出嚣张的动作来挑衅中国选手，丝毫不把中国选手方彤放在眼里，并且还做出鄙视的手势来羞辱中国选手不行。连续嚣张的行为也是让在场的日本人兴奋不已。方彤一击扫踢，紧接着上去一击高扫，稳住脚步的方彤再次上前攻击，不慎被日本选手一拳命中。乘胜追击的日本选手也是把方彤打倒，然后紧忙上去进行压制，裁判紧忙上去阻止，并且给到方彤读秒，向裁判示意没事的方彤。比赛继续，可见日本选手的拳头也是相当的重的，上来以他那庞大的体型再一次的把方彤推倒。迅速起身的方彤在两个人互换攻击时，铃声突然响起，第一回合比赛结束了。休息过后的两人，比赛直接进入第二回合。比赛一上来，日本选手就开始了乘胜追击，想要一鼓作气拿下比赛。一波疯狂的输出下，看到拼拳不占优势的日本选手就开始了搂抱，把方彤带入地面。被带入地面，方彤被日本选手紧紧的搂抱住，然后找准机会使用十字步想要去降服方彤。这时方彤向裁判示意没事，还可以继续比赛。被锁住的方彤也是拼命的挣扎。在不懈的努力下，方彤也是成功的摆脱了日本选手的十字步，并且占据了上位压制。日本选手紧紧的抓住方彤的手臂，想要去避免方彤的攻击。两个人重新回到了站立对决，方彤一击高扫被日本选手躲过，稳住脚步的方彤再次向日本选手施压，反击的日本选手两击摆拳被方彤打了回去，打得日本选手节节败退。缠斗在一起的两人，日本选手还想把方彤带入地面，然后去降服方彤。在第一次地面吃到亏的方彤吸取经验，轻松地化解了日本选手的地面搂抱技术。没有得逞的日本选手也是站了起来。这时方彤一击扫踢反击的日本选手被方彤一拳打得跪在地上，站起来的日本选手被方彤打得毫无招架。看到无力反抗的日本选手，裁判也是紧忙上去终止了比赛。只见日本选手被打得瘫软在擂台上，方彤也是好好的给日本选手上了一课，让他见识到了中国功夫的厉害。方彤也是在日本的家门口暴揍嚣张的日本选手，根本不给日本选手任何喘气的机会。最终方彤也是以 KO 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，为国争光。
中国人不是长得只有这么矮小吗？在我的眼里，他们瘦的就跟野猴子一样，弱不禁风。我的身形比他们壮了那么多，凭我的肌肉和力量，可以轻松将他们撕成2半。这绝对是你见过打日本人最狠的蒙古勇士，一套疯狂的输出，打得日本选手拼命的逃窜，并且使用失传已久的足球踢，把日本选手的头当作皮球来打，不是被裁判及时阻止，非要把日本选手打死在擂台上。只因为这个日本选手太猖狂，发布会上出言不逊，不仅嘲讽蒙古勇士一身肥肉，而且还大放狂言1分钟 KO 蒙古勇士。他就是日本最嚣张的重量级选手关根秀树。此人不仅嚣张，还很有实力，擂台上都是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来 KO 对手，凭借着强悍的实力稳坐日本重量级拳坛多年，曾经更是狂言道早晚有一天会称霸中国拳坛。然而这一次他就惹到了一位他不该惹的人。赛前日本选手也是鼻孔朝天，不拿正眼看人，比赛还没开始就仿佛是已经在庆祝着比赛胜利了，丝毫不把对手放在眼里。这一幕也是彻底把蒙古勇士激怒，蒙古勇士暗暗发誓，势必要在擂台上给他点颜色瞧瞧，让他见识到嚣张的后果。比赛看到这里的请点赞关注，我们话不多说，比赛开始。上来蒙古勇士飞膝开路，然后开始向日本选手施压，反击的日本选手被蒙古勇士躲过，蒙古勇士一击直拳打的日本选手节节败退，还想要进行攻击的日本选手一击大摆拳，丝毫没有伤到蒙古勇士丝毫。这时找准机会的日本选手一击下前抱摔，想要把蒙古勇士带入地面，稳住脚步的蒙古勇士被日本选手顶在了边网边。不死心的日本选手还想要把蒙古勇士撂倒，两个重达1000磅的人也是扭打在了一起。There you go. Try to get your right arm. Try to get in. Action. You're breaking now. Breaking the grip. Action. Watch. 这时搂抱在一起的两个人僵持不下，裁判也是上去把两个人分开，回到擂台中心，比赛继续。攻击的日本选手被蒙古勇士打了回去，然后再次向日本选手施压，一击低扫。迎上前去的蒙古勇士被日本选手一击扫踢击倒，被击倒的蒙古勇士凭借着反应速度，把日本选手顶在了边网边。毫不示弱的日本选手紧紧地搂抱住蒙古勇士，去避免攻击。这时在蒙古勇士攻击时，被日本选手一个反转摆脱了压制。此时的两个人也是在边网边互相的纠缠，不停地用提膝击打对方。Oh, nice. Action. That bicep. Hold that bicep. Hold that bicep. Left arm on the hook. 缠斗的两个人的攻击并产生不到太大的伤害，日本选手依旧是想要把蒙古勇士带入地面，可惜他高估了自己，根本抱不动蒙古勇士。看到僵持不下的两个人，裁判再一次的上去把两个人分开，回到擂台中心，比赛继续。在经过2次的搂抱下，蒙古勇士也是吸取经验，轻松躲避了日本选手想要抱摔的想法，然后开始发起了猛烈的进攻，打得日本选手拼命的逃窜。面对蒙古勇士的攻击，日本选手显得毫无招架，只能抱头防守。蒙古勇士不停地向日本选手逼近，不断地在寻找重击的机会。此时的日本选手只能做出无谓的反击，因为在日本选手攻击时，蒙古勇士总能比他快一步。蒙古勇士一套疯狂的输出，打得日本选手毫无招架。看到情况不妙的裁判紧忙上去终止了比赛，不是裁判阻止的及时，日本选手非要被打飞在擂台上。蒙古勇士也是以绝对的实力，擂台上不仅把日本选手的头当作皮球踢，而且对着日本选手就是炸弹般的拳头斥候，打得日本选手瘫倒在擂台上。最终蒙古勇士也是以 KO 的方式拿下比赛胜利，好好的给日本选手上了一课。